嗨，我是老板，欢迎谷谷来。好，我是谷谷，是位第一次见面，真的，是我的新专辑叫《跳舞在米兰》。这是谷谷的全新专辑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这次有一首很好听的歌，《当我变成我们》，觉得很深情。实际唱的时候有这么深情吗？有，我在跟大家分享我在唱这首歌的小故事，好了，最近才有的心得。那我们待会就来聊喽。如果喜欢微辣版的影片，可以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哦，怎样？剪掉。小铃铛。刚讲到谷谷这首歌啊，除了 MV 有拍成微电影，微电影很好看，很感人哎，有哭戏哎。我看了导演剪完的，我自己也有觉得就有感觉。我想讨论一下剧情。好啊。剧情里面就是谷谷是冲浪店的老板嘛，然后女主角宋云画是去打工度假，所以跟谷谷相遇。对，不是，我们怎么都遇不到这种天才老板？对啊，也太难了。哪有这种老板？告诉我。其实好像有啦，我有些冲浪朋友也是很像我在里面演剧中的那样子的那个角色。对，只是他的可能身边的女生是真的很多，就是会像你里面有一幕，就是全部都是比基尼辣妹嘛。对，但都没有认真要来学冲浪。对，他比较是想，因为我冲浪冲了10几年，然后我认识的冲浪的朋友，通常他的身边的伴侣都会一直换。对，然后大部分。你现在意思是在说他们是渣男吗？没有，我说同时很多个，我说他会一直换，因为我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嘛，然后或是我们在海边会相处一阵子，所以我感觉海边这些女孩其实也是想要过一些自由的生活，就是我觉得她们思维可能跟城市里面比较不太一样，她也没有那么拘束，觉得我今天跟这个男生，然后2个月我再换一个男朋友就怎么样，我觉得她比较随性奔放、真性情一点。我觉得反而是很自由，就大家开心就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如果不开心就分开，然后也没有彼此没有什么负担。对，我觉得我在海边感受到的是。我朋友们感受到是这样，那我觉得那种是一个自由的感觉，所以我蛮喜欢去海边。对，但都市女孩可以接受吗？不行，就应该是就是每个人从小长大的，像我常看你的影片说一些框架，对，那个是你不自觉的就会，好像一定要怎么样，不自觉有个自己的规则，好像一定要这样才叫恋爱，然后一定要做这些事，然后一定要什么仪式感什么，这些好像都是一个固定的，所以每个人的恋爱都会变得一模一样，然后反而忘了去感受，那我们之间的真感情在哪里？我有看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感的，就是比如说走到河堤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着夕阳，然后此刻就是完美，对我来讲也是，那就是完美，就2个人的那个 moment 觉得很永恒。对，然后风吹过来，哇，完美了。你是这样说，他在说很完美啊，你是你不相信男生有这么深情的吗？没有遇过啦，都遇到渣男是不是？而且我也觉得那种仪式感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比较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好无聊，很自私。我就知道你等一下要干嘛，然后还假装是惊喜。我很不喜欢，就是一定要生日送礼物。我觉得送礼物就是一个，它很重要，是一个就是契机。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我有一天陪他去挑礼物。然后挑给他朋友，好，然后他就挑回来，然后在电梯里面就一直戴啊，好好看哦，我也想要哦。然后隔天早上我就冲去百货公司，赶快买一个。装法的时候，我说，我觉得你好像少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少一个帽子。然后他就，他说，哦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然后我心里就会很爽，很开心，对因为他是真的开心。对，然后那个而且他不预期，这才是真的惊喜。对，然后那个东西我就会可以蛮有成就感的。可是如果要去塞一个什么烛光晚餐或者什么的，我觉得太刻意了。对，而且我自己，而且你知道他真的开心，然后他那个感动也是真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以讲一辈子。我可以讲很多事情，而且我老实讲，现在开始，我老实讲，我自己说，我觉得会观察平常这样子细微的男生，我会比较喜欢因为他不是生日、圣诞节、什么情人节这种3节刻意说好像没送就怎么样才要去做的，这个才是真的想要让你开心的男生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可以理解吗？我觉得其实要逗到女生开心，其实没有很难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蛮难。因为你3节送他也觉得是理所当然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。所以这种反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。真的很难。说男生们，辛苦男生们，真的很难，因为我一直认为是男生女生是完全不同生物的。就算你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，2个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世界。比如说抱怨好了，女生有一个抱怨，可她其实本身不是要抱怨，她可能想跟你聊什么话题，她可能跟你表达什么感觉，只是想要你多看她几眼。就好像青少年叛逆是为了求取爸妈的关心。对，有些时候啦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。所以你会在这个时候意识到说，女生其实有什么别的需求，而不会针对这个抱怨跟她吵，会觉得我最近是不是忽略她？不会，因为男生一开始都会觉得这是抱怨。要真的没这么一开始就这么聪明就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生物，所以要停下来，然后慢慢沉淀一下去思考。有心要往那边思考，可能想到那个东西。如果没心的话，这一天就过去了，这件事也就过去了。我觉得刚刚谷谷讲到一点很重要是。男女生是不同生物，完全不一样。女生可能是有点拐弯抹角，她用这样是想表达那样，
可是男生其实比较直接，会觉得你就是在抱怨，你就是在找我吵架，你现在就是在不开心。对。然后他很难静下心来去想到说，不是，他可能是想讲什么，然后那个东西可能会卡在那里，对，会让你觉得愧疚哦，会到愧疚哦。比如说，他可能觉得你陪他的时间太少，可他不会用，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这个话题，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，对很多的方式，可能他自己也不自觉。重点是他们不一定自觉，我懂，因为就他不是故意要抱怨，对。因为女生不满消化不了，她会用别的方式爆发，可她又不跟你直讲，所以其实她也搞不懂我现在在干嘛，然后你也搞不懂她现在在干嘛，然后两个人就对，这就是有趣的地方。有没有看到谷谷是真的很认真谈感情，对，他才会有这种心得。对，然后因为就是这么有趣，所以可以很久。因为我们这集其实有个主题要聊，说爱情真的可以长跑吗？就是爱情真的可以永葆新鲜吗？其实刚刚谷谷讲这些点很重要，就是你有没有花心思想要真正去了解对方，而不是让问题就卡在那里了。他刚刚说什么？我们有一集是不是那个有正10点的男生很可以？好，这一集。好，谷谷刚刚自己说，我觉得我10个都符合。我说确定，10个都符合确定。哇，那真的我自己觉得啦，大家不要偏颇，大家不要偏颇。欢迎留言，有吗？你觉得谷谷有吗？对，可能这个工作吧，我进来这行，然后到现在，就是我的外显，还有我的外貌，还有可能有一些影像的出去，可能大家对于我本身没有这么理解啦。对，像其实我坐在这边，其实要跟你这么近，我已经怎样越线了吗？对女生的距离，我通常是会保持的啊，看不出来。我从小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要演那一支 MV 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，真的很难。因为你们还要吻戏，对，真的很难。其实谷谷不是只是个阳光腹肌少年，你知道吗？有看腹肌吗？有。不只是这样而已，他其实在剧中是有带着伤痛的，然后不小心被女主角揭开，然后揭开之后，他们的剧情就超展开。其实我花蛮多时间去思考那导演给我的脚本，因为我是不会演戏，我没有演过戏，所以导演花很多时间去教我怎么带入这个情节，然后给我设定一个不属于我的人设。这个冲浪店老板他就是一个昔日冲浪冠军，然后因为冲浪的受伤之后就没办法再比赛，他就放弃，他想说就在海边啊教学啊，然后就每天换一个女伴，逃避伤痛，对吧？每天换一个女伴，这样过生活也没所谓。有一天突然碰到一个女主角，她一开始觉得说，她也是玩玩的，对。那没想到这个女生这么认真的去看她以前的新闻啊，然后希望她可以回到那个她的痛，认真想要了解你这个人，然后还想扶持你面对以前的伤痛，找到新的自己。对，所以她就慢慢觉醒，有人愿意为她去付出这么多东西，这样子。男生有真的想要这么懂他的女生哦，还是会觉得，你就不要管我就好？我觉得男生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，我有时候也觉得我很奇怪，因为男生很爱面子。哦，所以你们也不轻易说出自己的脆弱或伤痛啊？对，因为你们要装 man 啊。那这样女生这样到底怎么懂你们，进入你们的内心深处？就可能真的要从旁边慢慢的理解，就跟男生理解女生一样，要花时间。然后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这个过程才是真正在磨合、在相处、在探索彼此的灵魂。我觉得真的是谈恋爱不是那么肤浅的事情而已。其实每一天都需要经营，而且我们常常都会忽略，每一个人都会忽略，我也会忽略，都有可能就会算了，就没有要沟通了或什么，一天过一天。对，那就变成那个感情没有火花。对，那个很容易，有时候突然一个什么诱惑或一个什么就劈腿了，或者吵架。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不喜欢吵架的人，所以我会想尽办法不要吵架。你会怎样去逃走？就是我夺门而出。比如说今天发生一些事件，我没办法不今天把它解决。你一定要讲清楚。对，有些人是这样，这样还不错啊。就今天一定要有个结论。所以是女生夺门而出。没有，夺门而出就拉住他，不要讲清楚，我们讲清楚，这样蛮可爱啊。可能长大，慢慢长大了，成熟了。对，就我觉得有时候的吵架，或是一些争执，或是不管是吃醋啊，或是等等的，它都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表现。我觉得它对一个爱情来讲，有时候吵架不是坏事，只是吵架背后是什么。我曾经讲过，吵架只是比较激烈的沟通。对，它其实不是坏事。那要么这件事建立在单纯的情绪上，要么就是情绪背后它是有目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讲清楚。对，把那个目的，或是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去解决，或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在意，那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接受？他就是因为他在意你，他才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。就像我是在意你，我才会吃醋。那我是因为在意你。对。那我如果是在意你，是要你跟别人比较，那可能就不是真的在意你。所以要去拆解他是在意什么。这有个小宇宙啦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幻想。所以你歌词里面有讲到说，当男孩变成男人，有点像这个，就是会比较成熟的去谈一个恋爱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尤其是在这个资讯很快速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要为了明天而活，为了下一个事件、下一个工作而去努力的时候，常常生活会被忽略掉。对，所以像这种小细节，如果你不花时间去经营的话，很容易感情会有问题。所以你们觉得男孩跟男人差在哪？小编们，男人比较有魅力，还比较幼稚。怎么会是这么肤浅的想法？对
啊，怎么是这样子啊？男孩，然后男人。其实我觉得 Google 的感情观蛮成熟的，是不是没有见识过这么成熟的男孩？没错，外形的男孩，然后内心是男人，对，有被冲击到，有被冲击到？比较早熟一点点。我觉得我因为可能家庭的关系啦，就从小就要因为你看起来是爱玩的孩子哦。对，可是我但重点就是我根本不玩呐。好惨，没玩到呢，还被觉得滑稽。像我回想起来，我第一个恋爱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初恋嘛，就是初恋的那个样子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，对，第一任的那个女朋友，她妈妈知道这个小孩是跟我在一起，还跑到训导处把我叫去痛骂一顿。觉得你一定是个渣，对，放开我女儿。所以不要被谷谷的外表骗了，真的不会玩。其实我是不爱玩啊。如果是爱玩，可能没有办法谈10年的恋爱，因为我们知道谷谷最近有官宣嘛，爱情长跑10年。要十几10年，对啊，10几年，我觉得本来就很不容易。你等于也是伴随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，对对不对？你们是共同成长的。对，我会写这首歌，就是我只记得一个小情节啦，不知道哪一天吧，他就是开玩笑，女生都会讲，我是不是老的？你觉得我是不是老的？我听完以后，我是蛮难过的。我当然会说，我刚才会跟他说，你没有老啊，怎么会？对，但你内心想什么？我的难过是，原来已经有这个感觉了，就因为你日复一日，你每天都在过生活，你不会知道时间过了这么久，你自己都没有察觉，这个女生的10年已经都在你身上，都跟你在一起。对，就是那真的很宝贵的，对，而且它对是一个很珍贵的，一辈子就很精华的一个对，时间。无论25到35、30到40，都超精华的啊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认为啦，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，那段时间是不太一样的，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，那段是满满的胶原蛋白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管是外貌还是心态，你看，像女生如果结婚或者生小孩，身体会改变，然后内分泌什么会改变，那都是不同人生阶段的样子。对，然后那个很宝贵，我就觉得原来我已经拿走了这么多东西了。对我而言的话，我觉得每一年的相处都是一个新的人。老实说，我没有觉得变老，我只觉得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人，我觉得很新鲜。听起来爱情要长跑，要保鲜这么久，是你要把每一天当做新鲜来过，不要觉得老夫老妻了，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。对，其实你看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，其实每个人都在改变啊，因为世界在改变，然后你做的事情不一样。这10年明明我们一定也有很大的改变，一定有很大的改变，只是你要不要去观察而已。对，如果你去观察的话，打扮也会改变。那比如说好，今年的打扮跟去年不一样，那对我来讲，那是不是一个新的对象呢？发型改变，然后说话方式改变，就想说换个新男友了。对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他每天都很新鲜啊。生活中找新鲜感。对啊。同一个人可是创造出新鲜感，新鲜感不是一定要换人呐。我是这样啦。对，尤其是你在珍惜对方的前提之下，我们去寻找新鲜感。对，但是这真的要缘分啊，碰到。那所以当我变成我们这个歌名跟这句话，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？你当你不自觉的一直说我们的地方、我们的家、我们的哪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是在一个潜台词里面，你就把自己当做对方的一部分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单位，那我们会一起规划未来，我的未来是有你的啦。对啊，哇，这样会很感动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走到这个状态，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。我讲一个我的例子，我曾经跟一任男友，就是刚开始暧昧啊，然后到交往啊，我都没有说过我们。可是我第一次说出我们啊怎样的时候，他突然定住不动，说你刚说什么？我说我们怎样怎样，他说你说我们，他很感动，他那个 moment 说你刚说我们吗？哇塞！那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其实男生也很细腻，然后他超感动啊，他说你终于认定我了，哇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？是因为你比较霸气一点。平常应该是反过来啊。我们，他说我们，我说谁跟你我们？他们也会在这种用词遣句上面发现你认定他之后，他也很感动啊。对啊，然后这是互相的啊。然后常常一起去做很多计划或是很多事情。对，或是我是把这个周末留给你的，他也会觉得你是这么重视我，我特意留时间给你或什么，因为真的大家工作很忙，对，你多做一点这种小心思，都会被对方觉得你真的是有在意我。那包含对方做什么，我也会特别去注意，他为我做了什么，即便只是这种很小小的事情，放心上。对，你把我放在心上，那个才叫做真的我们啦。但是不容易了，挺难的，挺难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你们今天看到天才了，那这是真的是蛮难的吧？有条件渣但不渣，长得帅却深情。不是不玩，是根本不爱玩，真的不爱玩，因为我在喜欢工作啊。又会给女友惊喜，而且是真的惊喜的那一种，是注重细节的人。哪里还有？怎么办？天花板。有啦。爱情长跑这么久，我觉得因为社会有个框架，就是会一直问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？有啊，真的是每次我被记者访问都一直问我说，魏老板有没有要再婚的打算？我都想说好烦哦，就是
你听到这种问题是不是也是超级翻白眼？以前比较会，现在比较没感觉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可能我自己在做音乐或接触的人吧，就是没有一定要用结婚来证明，这样才是爱。当然这是绝对，对这件事是100%。所以女生不要再被困住说，我男友好像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，是不是他就是不爱我？对，他是想玩玩？我觉得不是。我有一些高中朋友，之前比如说我有帮他们求婚或干嘛的，就是去唱歌帮他们求婚，然后大家叫我去做什么，我就去做。我是暖男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不要再一直塞那个你的好条件出来。比如说他一直跟他女朋友吵架，然后吵到快要分开了，然后他跟我们聊天，竟然跟我们聊说，他想要求婚的方式把他挽留下来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超级 bug。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好还是不好？当然不好啊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挽回。不是，你怎么会用求婚姻去挽回你的爱情呢？哦，这太不可思应该议了吧？好好谈清楚吧，而不是丢一个震撼弹给他模糊焦点。对啊，你想让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在跟你吵架，你想吵的哇，真的是然后突然求婚，我想说别冲钱。对，就已经快要分手，然后突然找一群朋友，然后这边突然嫁给我吧，这样子，哇塞，那你真的会爆炸哎！我觉得，因为一定很多女生会被这个冲昏头，就嘻嘻哈哈这一切就忘了我们在吵什么。他有一点是半强迫式的去推进这个事情，但他完全对于整个爱情或是人生来讲是超级不健康。然后他没有想要去把吵什么给这个心结解掉，对啊，然后要直接跳结婚，对啊，有没有婚姻跟你们的爱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这样变成结婚好像是一个幌子哎，只是拿来挽回，而且好像是在签约一样，就是好像跟公司签约一样，这样你就不会跟我分手了。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讲的，就是其实爱情本身就是爱情，它不需要用婚姻来证明。我们就算一直这样到老都没结婚，我觉得这很浪漫，因为我们没有婚约，我随时可以跟你分开，我没有跟你结婚，我也没有跟你生小孩，我们没有任何婚姻的捆绑，可是我却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这样感觉其实更难哎，这蛮对不对？这才是最难的，因为我随时可以走，但我却没有走。所以这叫做我每天都在选择你，而不是被迫选择你，对，而不是我就结婚了，我能怎样？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平常不会跟任何人聊我的感情，完全连我的好朋友、再私密的朋友都不会聊到感情，因为我觉得任何的感情问题都是你们两个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人会知道。那有一个麻烦就是婚姻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是跟家庭有关。对，还有一定有很多周边的人要应对啦。对，因为你们懂你们的感情，可是其他的人不一定懂，因为他不是你们爱情里面的人。然后就会很多意见或是别的影响力跑进来。对啊，那就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是现实。我觉得爱情是梦幻的，就像我们在做这个演艺圈一样，它是泡沫。可是我们现实生活还是要顾，所以要怎么在泡沫和现实生活中找到平衡，就是需要智慧。而且这个智慧是需要一直学习的。怎么我们这集好有智慧？平常没有智慧吗？平常我们好像比较肤浅。我真的发现，真的我们要多让男来宾来讲话，女生才不会一直误解男生好像只想玩。真的。你看你今天有没有发现对男生改观？不是没有好男生，但他们可能注重的是更多心灵交流的部分。那你有办法跟人家心灵交流吗？对不对？不然你搞不好跟他认识个几天，他觉得跟你没有办法，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遇到好男生的，因为他也没有办法选择你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爱情不用婚姻来证明。其实每天选择你，每天继续跟你在一起，活在当下，那就是爱情啦。爱情是这么浪漫的东西，对，是真正日常的相处，不是演给别人看的啦。我想跟你结婚求婚，也不是要演给别人看的。对我来说，因为婚姻是一个合约，然后还要解约太累了。就是懒，它就是一个，它就像法律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保障。可能你们会变成有家人的关系，那你的未来有什么事可以互相照顾呢？你可能婚姻生活10年、20年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求婚 moment， 你可以一辈子到60岁、70岁，你想起来都觉得我的青春好美，孙子听，对啊，很美，这样又可以再拍一个微电影。很感谢姑姑来，对，然后这首歌很好听，这张专辑也很好听，以外也听到姑姑分享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姑姑。我是不是讲太多了？没关系，我们会剪掉。今天谢谢姑姑真情大告白，因为没有听过你分享这么多很内心对感情的处理，这也是我们其实没预期的。蛮好的，因为我很少跟这么多女生聊天，对，然后100多回，然后是聊感情，确实是比较少。因为男生其实不太聊感情，确实。然后今天可以很难得可以听到姑姑聊这个，所以这首歌很好听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我相信大家看这一集的时候会一直哇被我们洗脑哦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咯。谢谢。纪念着我们相遇的一切。当女孩变成女人，她陪你走过苦涩。当青春渐渐消失，她依然不会迷失。
成男人，他终于不再浮沉，爱不会只剩心事，我依然爱你如此，让爱变成我们。如果喜欢微辣版的影片，可以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没空停下思考，也说过要一起到老，听起来像玩笑。或许我们还在寻找传说中的城堡。